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男人这10处有肉，富贵妻子不用愁。现如今流行骨感美，几乎人人都在念叨我要减肥，我要节食，不论胖瘦都讲究保持体型，弄得那些稍微丰满一点的人就会感到焦虑，从而进行断食减肥。但从传统的相术来讲，那种骨瘦如柴的相貌绝对不是有福之兆，不论男女，有点肉都是福气的象征。重要的是要看这肉长在哪里，长得什么样子。就拿男人来说吧，如果女人找了这样的男人，那就终身无忧了。1. 鼻头长肉。在面相当中，鼻头是非常重要的位置，主要象征男人中年运势和财运的兴衰。若是男人的鼻头长肉比较多，则往往说明男人的事业一帆风顺，收入积蓄都会比较富足，能给家人提供一些比较丰厚的物质生活条件，日子过得幸福美满。女人们不用为钱财担心，一辈子都是享受命。2. 下巴长肉。在面相当中，下巴及地格代表一个人运势的强弱以及财运的大小。如果男人下巴处肉多且厚实，则往往说明此人的发财运势比较大，到了中晚年运势会更加旺盛，不但能满足女人的物质生活，还会不断地增加家里的动产与不动产，他们会是女人坚实的依靠。3. 脚趾长肉。从5根脚趾长得好坏，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事业、婚姻与感情运势等等。若是男人的脚趾长得有肉，而且看起来非常的圆润，说明这样的男人其自身财运不错，他们懂得去把握住好时机，使自己有一个不错的收入，而且往往命中还会有贵人的帮助与提携，所以他们发财的门路非常的多，一辈子都不会缺衣少食。4. 手腕长肉。常言道，男人看手腕，女人看脸，手腕就是力量的代表，男人手腕太细，就会给人细小无力的感觉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男人手腕位置肉长得比较多，则往往说明这个男人的领导力会非常的强，遇事灵活果断，处事有意见，在生意场上处理得井井有条，未来的发展也高于常人。而且这样的男人往往有本事，是靠脑子赚钱，即便出力很少，也会过上好日子。所以嫁给这样的男人，以后等着享清福就行。5. 手掌长肉。手掌代表一个人的执行力、福气和为人处事的态度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长得厚实有肉，则代表着富贵的象征。男人手掌肉多的话，说明出身比较好，这种人贵人运比较强，容易得到贵人的支持和帮助，而且自身做事也比较的厚道实在，挣钱能力比较强。他们个性优良，思想单纯，对女人一心一意，十分大方，是难得的好男人。如果能嫁给他，你会很幸福。6. 背部长肉。男人背部长的肉比较多，而且看起来非常的圆润，则象征着天资聪颖，胆识过人，有勇有谋，善于计划和观察，通常在职场中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。他们大多数都是可以依靠自己的实力，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。他们不但自己赚的钱比较多，而且还能够给自己的家人带来不少的物质条件。7. 臀部长肉。臀部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聚财和积财的运势。若是男人臀部长得比较圆润厚实，而且紧实有肉，则象征着有赚大钱的能力，而且他们惜财爱财，懂得存钱，对于自身不舍得乱花钱，但是对家里人却十分的大方。嫁给他们，女人今生都会一直被宠着。8. 腰部长肉。腰部是男人的支撑力和发展力，若是男人腰部粗而有力，肉多饱满，则妻子就不用发愁他们日后的财运。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，都能够拼尽全力，敢于拼搏奋斗，在事业上必定能够保证衣食无忧的生活，所以自身的事业发展也不会特别的好。
而且腰部长得厚实的男人，夫妻关系融洽，家财进大财，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。9. 肩膀长肉。在相学中，如果一个男人的肩膀粗壮肉多，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他的事业运势和个人财富运势都会发展得很好。他们做事负责，个人能力出色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会有一些极高的成就，财富积累也会比较多。他们对待妻子都是有福同享，赚了钱懂得分享，不会斤斤计较。10. 身体有肉。男人的身体长得圆润有肉，并且整体的身材比例看起来十分的协调，则象征脑子活泛，肯动手，个人的行动能力十分强大。只要是能够抓住机会，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一番成就，收获的积蓄也会比较多，生活过得富裕，会让女人这辈子不缺钱花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身上没有这些发财的福气相，反而有以下5种面相特征的话，则预示这一辈子都会贫穷。1. 两腮无肉。在面相学里，无论男女，尖嘴猴腮其实都是不好的面相，一般都没有什么财运。尤其是两腮消瘦无肉的男人，就算是出生在富贵之家，也只能做一个守财奴，而无法靠自己的能力赚钱。同时，这样的男人一般责任心都会非常的差，内心非常的自私，对待自己的另一半不会好，不仅喜欢挑剔伴侣的毛病，在事业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。这种男人很难听取别人的意见，个性顽固，认为自己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，所以这种一辈子贫穷的男人千万不要选。2. 鼻子塌陷。男人的鼻子越挺拔，人就越自信，而鼻子塌陷的男人不仅内心自卑，还没什么能力，但又非常的自我，认为自己做什么都能够比别人做得更好，但实际情况却是做事情远远没有别人那么有远见，只在乎眼前的利益。鼻子塌陷的男人还非常的懦弱，看见别人有难不会伸出援助之手，冷血且没有同情心。不过对于自己的亲人还算不错，但这种男人一辈子都不会发大财，只够维持家庭生活。3. 额头塌陷。在面相学里，额头是非常重要的，不仅代表一个人的能力，同时也是一个人智商的表现。天庭饱满寓意着这个人的运气好，而一个男人如果额头塌陷，那就不是什么好兆头。这种面相表明，这个男人一辈子都难以在财运上有什么作为，一辈子都在为吃饭而操心，即使天降横财，也会很快被败光。4. 尖下巴。下巴是一个人的财库，下巴长得尖细的人，不仅财运不好，晚年运势也不好。尖下巴的男人做事情都会虎头蛇尾，哪怕赚到了钱也留不住，很快就会流散出去，可以说非常的靠不住。而尖下巴的男人在生活中很常见，他们顶多维持日常生活，一辈子都很难发大财。5. 无臀且无神。一般胖人相对而言是比较有福气和财运的，尤其是男人。如果一个男人又瘦又双眼无神，那几乎可以肯定是一辈子穷困潦倒的命。臀部为体相里的财库，一个男人如果过了30还臀部塌陷，说明他这一生都没有什么财运，后继无力，只能平平凡凡度过一生。女人如果要嫁人的话，就要避开这5种无肉男人，而选择上面的10种男人，千万不要选错，否则后悔都来不及。13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法令纹看命运。这5种富贵法令纹你有吗？面相中的法令纹可能很多人都有，但是法令纹又分很多种，而大家却不是很清楚它们所代表的意义。在相学上，法令纹被认为是占卜不动产或者人际运的部位，也可以引申为人生的大概情况。根据法令纹位置和深浅长度的不一，每个人的运势也差别是非常的大。那么哪种法令纹象征富贵呢？哪种法令纹又象征贫穷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详细说说。1.
富贵法令纹。一、法令纹又深又长。法令纹代表着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、威严感和成就感。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长得又深又长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头脑非常的理智，思考问题头脑也比较的清晰，而且内心正直，做事公私分明，性情较为的稳重，平时看上去也比较的威严，心思也比较的重，不喜欢把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讲出来，在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，也容易得到他人的尊重和信赖。二、法令纹线条清晰。很多人听到法令纹而色变，尤其是女性，仿佛法令纹便是老去的征兆。实际上，有些法令纹预示着好命，有这类法令纹笑都来不及。如果法令纹延伸到地格，不是很宽广，线条清晰，虽然比不上前者，但这也是一种不错的象征。有这种纹的人通常比较长命，其一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，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，但日子却过得非常舒坦。三、法令纹出现分支。法令纹上又生了支纹，原纹路和支纹都较为清晰明显的，在相理上成为阴质纹。有这种法令纹的人，表示其晚年运很好，一生功成名就，为人处事合情合理，会得到大众的认可，晚年会成为一个举足轻重、受人尊敬的人。同时儿女的运势也非常的好，家中易出贤能。四、法令纹如钟形。法令纹代表着一个人的威望、领导力和社会地位，也可以根据法令纹的形状判断一个人的性格、健康和寿命。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长得宽大如钟形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做人做事都特别的认真，责任心非常的强，对自己对他人要求都比较的高，凡事都要力争做到完美，对于子女的要求也比较严格。子女长大后非常的孝顺有出息，自身事业发展较好，能够受人尊敬，也比较的长寿。五、法令纹如八字形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法令纹长有八字纹，则一般情况下，拥有此种面相的人，往往性格方面会比较的稳定，不会刻意的追求权贵，在事业上的发展也会非常的顺遂。尤其是在步入到中晚年的时候，往往会凭借他们个人的本事过上富裕的生活，日子大多数都不会过得太差，而且他们多半都没有心病，就算是升职加薪也不会过于骄傲，能够成就大业。二、10种贫穷法令纹。一、年纪轻轻便有法令纹。一般来说，人到中年时期，法令纹才会慢慢变得明显。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时，法令纹看上去就非常明显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出身的家境不是很好，所以需要在很早的时候便进入到社会中去打拼，而且家中也不能给他们提供太多的帮助，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，所以早年时期比较的吵扰辛苦。而中年时期仍然没有法令纹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前半生比较的顺利，但在中年时期难以获得太大的成功和社会地位，后半生过得较为艰难。二、法令纹又短又小。如果法令纹长得又短又小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意志力不够坚定，做事缺乏坚持，喜欢半途而废，没有上进心和责任感，思想和心理方面也比较的幼稚，考虑事情不够成熟，做啥不成，注重安逸和享受，不懂得挣钱，就知道花钱，属于典型的败家子面相。三、法令纹出现断裂。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从中间出现断裂，分为上下两段的话，这种人父母缘比较的浅薄，从小就开始吃很多的苦头，经受很多的困难和挫折，慢慢被生活打击的自信心严重不足，意志力也较为薄弱，性格方面也会变得较为软弱，遇到困难就喜欢逃避和退缩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，即使是自己白手起家去创业，也是磨难重重，
想要获得成功，需要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才可。4. 法令纹从眼下开始。大多数人的法令纹都是从鼻翼的两侧开始的，不过有些人的法令纹确实从眼睛下方开始的。这种人一般性格较为的内敛，内心非常的孤傲，不喜欢与他人做过多的交流，交际能力比较弱，也不喜欢受到别人的约束和管制，向往自由，特别的喜欢冒险，容易喜欢一些极限或者有挑战性的爱好。5. 法令纹从鼻侧圆圆朝向耳际。这种法令纹长的距离非常的宽，一般拥有这种法令纹的人，脸部的苹果肌会特别的明显。这种面相的人头脑非常的聪明，很有创意和想法，但是个性却非常的自我，做事只顾自己，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，所以人际关系比较差，几乎没有什么朋友。在事业方面也没有人出手相助，很难获得成功。6. 法令纹左右对称。不论是法令纹还是五官，在相学中都以左右对称为佳。如果不到20岁的年轻人长有两侧对称的法令纹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亲情缘淡薄，父母双亲不能在事业方面给予他们帮助，事业方面难以获得成就。若是中年人的法令纹左右两端对称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工作很有热情和干劲儿，做事认真而负责，工作能力出色，老年时事业和财运都能更上一层楼。而法令纹如果是两边长短不一的话，这种人一生的运势起伏比较大，事业和家庭不稳定，一生操劳奔波。7. 法令纹弯长至嘴角。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弯长至嘴角的话，也称为腾蛇入口。这种面相的人一般心态非常的差，常常会因为一些大大小小的事儿陷入到焦虑之中，说话没有很纯，特别的容易得罪人，人缘非常的差，而且类型特别的消极，几乎没有什么爱好，也没有责任心，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，一生财运非常的差，不努力的话吃不饱，属于天生的贫穷相。8. 法令纹绕口的面相。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长得又深又长，看上去就像环绕着嘴巴一样的话，这种人的性格大多非常的犹豫，做事不够果决，缺乏魄力和决断力，没有主见，在事业方面容易错失很多机会，工作方面也是瞻前顾后，顾虑重重，领导力不足，只适合做一些执行类的工作，也不太善于处理家庭关系和矛盾，夫妻关系不稳，事业和家庭都比较的失败。9. 半截法令纹面相。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非常的短，看上去只有短短的一小节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做事时也喜欢虎头蛇尾，很难做到有始有终，喜欢中途放弃，缺乏坚持，对待感情时也是三心二意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特别的花心多情，处理感情问题时非常的纠结和优柔寡断，感情运不佳，晚年容易陷入孤独。10. 法令纹不明显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法令纹长得一点也不明显，看不出来，则这样的人性格比较的清淡，没有啥大追求，往往会在一个工作上做到头，甚至还会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往往成不了啥大气候，甚至于只会估计自己的死活，完全不会管别人的生活过得怎么样，所以他们的成就很难会太高，日子注定就是穷苦相，很难成不了啥大的发展，经济上难以稳定。每个人法令纹不同，所象征的命运也有所不同，但无论你的法令纹是否好坏，在生活中还是要积极向上，这样生活才能更美好。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寿命长的人相貌通常有什么表现。若你占3个，那恭喜了，
谁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，但是人都会有生老病死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，所以就会很注重养生，希望自己的身体是个好身体。不过呢，一个人是否长命，从面相大概就能略知一二，有些都是命中注定。那么什么面相的男人是短命面相呢？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眼神游离的男人。做一个男人的眼神总是处于游离状态，双眼无神，不够坚定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属于胆小怕事的类型，要么就是喜欢说谎，为人缺乏自信，遇事缺少决断能力，喜欢抱怨，一生没有什么大成就，并且看上去会显得气势不足，也是体内元气散乱不聚的表现。这种面相的男人一般做事总是显得精力不足，并且常常遭遇意外，健康方面也容易出问题，为短寿之相。这样的人一般健康方面都是很少注意的，因此他们的发展一般都不会很好的。二、天中凹陷的男人。天中凹陷就是额头中间的凹陷，天中在面相中指的是额头正中间的位置，刚好位于印堂之上的地方。天中也是官禄宫，与我们的事业、官运息息相关。同时，天中的面相也反映一个人的寿命长短。一个人天中要是饱满，那么此人不仅运势很好，且身体健康，是长寿命。如果一个人的天中凹陷，那么这个人不仅运气不好，而且身体不好，寿命短。因此，天中凹陷的人要注意自己，多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。三、人中长则寿长，人中短则寿短。人中就是我们嘴唇上方中间凹陷进去的那个位置，若是人中长，则表示寿命长；若是人中短，则相反。人中是任督二脉交汇点，统帅全身阴阳二气，统领奇经八脉。为什么人晕厥等突发事件多按压人中，刺激穴位，也是因为人中位置太重要了。人中长不足喜，嘴皮薄，浅露无沟亦不足寿。而人中短也不见得短命，人中除嘴唇厚实饱满，无痕无痣无斑，皆主不妨寿元。如果人中断了，有横纹有坑凹，多主短命。四、印堂凹陷的男人。一个人的印堂饱满有光泽，那么这个人的运势会很不错，且寿元佳，能够长命百岁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印堂凹陷或者暗淡发青发黑，那么这个人就需要注意了，运势会很不好，身体健康容易受损，做事总会事事不顺。如果一旦有此特征，那么凡事一定要多注意，否则就会容易出事。五、耳轮枯黄的男人。耳朵是肾根，先天之本。一个人的耳朵形状生得不好没关系，只是说明小时候出生比较差，吃过苦。但是如果耳朵的气色不好，那么就是先天肾气不足。一个人一旦肾气枯萎，那么整个人就会虚脱，生命力就没有那么顽强。耳朵黑暗枯黄，血不足润，则肾水不能养命，就会缩短寿命。六、嘴唇不对称、歪斜不正的男人。这种嘴型多难以享受福禄，嘴巴主60岁后，嘴型歪主下庭破相了。再遇上老婆婆嘴、地包天、吹火嘴、龅牙露齿，都主不长寿。七、山根断、鼻歪斜的男人。鼻子是男人寿根，鼻子大的性欲强，鼻子歪斜人品不正，事业就更不用说了。鼻子管着中年时运，歪斜不正，如何有发展良好的事业？如果鼻子长得没有气势，山根断裂续接不上，主短命。八、耳垂结实的男人。耳垂结实的男人会比较短命，就是因为他们怒火太旺了，时不时就在生气发飙，而这样对别人没有什么影响，反而是自己的身体都被搞坏掉了。耳垂结实的男人就是不太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，他们很容易就会被别人影响，而且一气都要气好久，气完之后自己整个人也都不好了。九、眉毛杂乱的男人。眉毛杂乱的男人整天都在熬夜，他们是那种一到夜深人静就会特别精神的那种人。你若问他们都在忙些什么，
其实他们又什么事都没做，他们就是抱着个手机刷屏，已经刷到很无聊了，没有任何东西看了，他们还是舍不得睡觉。所以这样熬夜会让他们精神越发的不好，也很容易会短命的。10. 眼球外凸的男人。眼球外凸的男人会给自己施加很大的压力，他们太想要让家里人过好的生活了，所以平常自己一点都不敢停歇下来，他们稍微停一下就会特别的心虚，然后又会开始逼着自己行动起来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们会忙到心力交瘁，最后或许会颇有成就，但是身体也都被搞坏了。11. 山根有横纹的男人。山根有横纹的男人会短命，是因为他们特别的讳疾忌医，他们是那种身体不舒服也不敢去医院的人，因为他们很害怕结果会不好，他们承受不起那个打击，他们总是会自己在那吓唬自己，所以原先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但是被他们这样一拖再拖，就真的是变得严重起来了。12. 鼻梁有结的男人。鼻梁有结的男人在饮食上对自己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控制，他们总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才不管自己的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住。他们太喜欢美食了，所以看到好吃的食物自己就会开始暴饮暴食了。他们当下是很满足了，但是过后他们的身体就会因为肥胖出现各种问题，而且也很容易会短命。很多人其实明知道一些行为不好，但他们还是选择了恣意妄为，因为他们会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质量，不是长度，只是我们本可以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，而不是抽烟喝酒跟熬夜，这样的快乐其实并不是真的快乐。13. 面小鼻低吃食如鼠的男人。脸小，脸型跟个枣核一样，两头尖，中间宽，但是脸无肉，鼻子窄小，鼻翼也小，吃东西跟兔子、老鼠一些小动物一样，一撮一撮的，还有吃东西到处滴沥的，一点不注意的都是夭折早死的象。14. 下巴短促的男人。如果一个男人的下巴是短促尖削的，那这样的人面相肯定是不好，他们的晚年生活非常不顺利，经常都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，而且身体也不健康，难以长寿的他们会早死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宽而长，地格的位置是饱满方圆的，整体看上去是特别的长，那他们的晚年会很好，一定能享受荣华富贵，而且是长寿的人。15. 耳骨遏制的男人。耳朵有痣其实是还不错的，但若是耳骨上长有遏制的人，有着较为叛逆的个性，凡事都不会循规蹈矩，且脾气急躁，行事冲动，从不考虑后果，因此这一类人经常会遭遇意外之事。山根部位赤筋划断的人，身体健康状况并不是很好，灾祸连接不断的发生，因此凡事要特别注意一切，不要粗心，这样才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灾难发生。16. 嘴唇呈紫黑色的男人。一个人的嘴唇是很重要的，这个部位一定不能忽略。如果一个人的嘴唇颜色是比较白的，那说明了这个人贫血，唇色过于红润的话也不好，代表的就是上火。而嘴唇呈紫黑色的，那可能就是需要供氧，或者就是供血不足的样子，他们血液当中的养分是不能很好的送达到身体的各个部位，他们很有可能会患有心脏衰竭或者肺部有疾病，他们是个不能长寿的人，肯定会早死。嫁人就不要嫁给这样的男人了。我们人人都想长命百岁，但是我们的命运都不同，不是人人都能长命，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遇到许多不同的事情，更是会有着一些意外，甚至是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。以上几种面相的男人就是注定短命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